那还有第三个设备啊，就是我们稍微复杂的一点的这个N95立体口罩的这个，它是先完成焊接，再进行分切的，切出来直接就是口罩。这个机械上跟电器上都会更复杂一些啊。它是个什么过程？也是前面是一样的，就是无纺布多层材料放进来，然后加入这个笔线，然后复合好之后，先有一个这个先会有一个这个印花滚轴，这个是就是口罩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图案或者一些 logo， 就在这块先做好，做好之后，我又直接进行这个耳线的焊接。焊接，因为它这个材料是没有切断的，它是整个材料连续的在向前行进的这个过程，但是焊接又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所以这里是使用了一个锥剪的机构，在保证这个焊接时间的同时，还能不影响这个材料连续的向前行进，是这么个过程。焊接的这个机构跟之前也是一样的，一个气缸可以控制它垂直运动，然后另外有一个小电机来做线头焊一下，线尾焊一下，跟之前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焊耳轴是来控制这个锥剪的这个往复运动的。然后焊好这个耳绳之后，这里还有一个加海绵条的一个机构，就是在这个口罩上面焊接一个海绵条这种结构件。然后焊好之后，我这个口罩最后还要进行一个封边的工艺，也是在这个材料连续向前运行的过程中，我这个要完成这个焊接，所以也是一个锥剪机构，也是由气缸控制垂直运动，然后这个有一个丝符做这个锥剪。那这些结构件全都加上去之后，那最后一道工序我再进行一个切片。切片，因为它这个立体口罩是不规则的，所以这里主要是磨切，就是它这个会有一个模具，刀模，转一圈切出来一个固定形状的一个口罩，那出来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佩戴的这么一个口罩了。那由于它这个切片的工艺是在最后一道，所以之前的这些材料都是连续的，所以它这个效率会比较高，然后会就是整个材料是一直在向前运行的这种过程中完成各种加工的，然后它相当于我们一个多合一的一体机，所以它这个好处就是机器的这个占地面积会比较小，但是这个整体的设备的设计啊，包括机械跟电器上就会复杂一些，成本也会高一些。这是我们现在这种先焊后切的这种立体口罩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是我们推文上面这个动图啊，就是这个机器动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应该也好理解。因为这个有印花，就是上面有这种花纹或者 logo 啊，所以它这个焊这个耳绳的时候，它要参照这个印花的位置来焊，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跟标的这种工艺，就是你这个焊耳绳的位置啊，你不能随便焊在哪里，你要保证是距离这个已经印好的这个花纹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你去焊耳绳。所以在这个机器上有一个传感器来测这个机械位置的，类似于我们跟标的一个原理。这是这个机器复杂的地方。那这里会有3个丝符，然后还有4个部件，这几个部件用丝符也可以，反正看大家选择。